本以为场上有一个变态已经是极限了。OK， 么。没想到竟然还有2个。今天就不给你们搞节目效果了，给你们好好看看我现在直逼赋能的真实实力。一进游戏，先常规的刷个10几秒的热血小视频，沸腾一下手感。不要藏了，别藏了。流星接力。虽然这张国荣的噪音有点大，但浅浅的看了几秒钟后，我能感觉到我现在的手感已经是非常之火热了。火热的手感就是要配上火热的打法，拿着狂怒开局，我直接就是一个突然的大拉出去。好像发出了什么奇怪的声音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最后保安哥还是拿标配稳住了这把的胜利。第一把还没开始发挥就挥发了，有点不爽。第2把真得给你们好好发挥下了。开局看到家里的雷兹拿了把喷子倒头就睡，我先是打掉了看得出来眼神十分坚毅的杰峰，完成了复仇，随后直接就虹吸加腐化球丝滑小连招，又打掉了拿屁股瞪我的烟男，直接就在小黑屋上演了一波恐怖刷屏，轻松的带领队伍拿下了短枪局的胜利。这波打完后，很明显队友已经被我的实力所深深折服了，尤其是家里的保安，他甚至都已经正在对我进行枪械降温运动了。不过虽然保安哥让我挺爽的，但家里的这俩决斗就让我有点不是很爽了。上把雷兹拿了把喷子前顶死了，结果这把瑞娜拿了把左轮前顶又死了。开局稳定白给一个，有点无语，只能说幸好还有我在。我一出场，对面人均死相凄惨。常规的对眼神坚毅的杰峰进行了一波提款后，虽然我不知道我就打了一个杰峰怎么给了我2个头，但很快我就又一波熟悉的小黑屋大拉，把第一把没泼死的烟男打得大鹏展翅，开始了转世。当然这些人中最惨的其实还是保安，2打1，我直接就一波赋能级定位，让对面的保安连枪都没开出来，就已经被我瞬间打成了一棵野生的树。帅吗？帅，感觉你像是被吓到了，随便按了个开枪。哎，不是你们，有的时候真感觉这张国荣话有点密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真正的强者一般是不会被这种流言蜚语影响心态的。看完了刚刚那2波的屠戮盛宴后，是不是有人觉得我的操作就到此为止了？如果真的有人这样想，那我只能说，你还是有点太小看我的实力了。打掉了不知道在看哪的绿毛盖克后，我恐怖的发挥还在继续。1打1，高手从不假拆。看到瑞娜不在周围，我直接就是一手大胆拆包，赌的就是瑞娜不会来打我。哎，我的啊，赢了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只能说这个就是大心脏。打了4个回合，帮队伍稳住了3个残局，无敌了。就我这几把的发挥，我只能说，即便是真的赋能来了，大概率也难以复刻我这样的操作。不过说了这么多，我的意思其实还是，特么我们家这决斗2兄弟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他俩就像是每把自动刷新在 A 道的 NPC 一样，把把都要前顶 A 道，然后把把都要死在 A 道。说实话，有点痛苦了。常规的提款了对面的纯御风组合后，我真的都不得不佩服我自己，竟然连这种天崩开局的局势都能救得回来。打了5个回合，杀了12个，仔细观察一下，不难发现，一个宁风已经可以等于12个张国荣了。极致的击杀差距造就极致的队内地位差距。虽然我不知道我这个剩余资金的数量是个什么意思，但我只知道当队友注意到我有经济困难后，你问别人要一把1000块的保安，他也问我要呀。队友都在不停的对我嘘寒问暖，而这个张国荣一开口，哇，你好好呀！不和你谈恋爱，滚！啊！只能说地位的差距在这一刻已经被酣畅淋漓的展示出来。OK， 么。什么逼动静？怎么突然亲起来了？ OK， 么。我天！突然就有点被这2个逼点防守人员恶心到了。保安其实还好，主要还是这个张国荣，他不仅在语言上恶心我，就连在操作上也在恶心我。每次跟这家伙待一块，我都不得不感慨他的操作中真的是蕴含着大睿智的。3打2，我点了口虹吸，他细节用治疗帮我进行了波等价交换后，很快就原地放了个非常灵性的大招，当场就把我的视野给蒙蔽住了。我的准心在杰峰身上盘旋了整整1秒钟，硬是没找到他的头到底在哪。好大啊，哥们！
我也这么觉得。本来想的是凌风对面的，突然就输了1分，有点不爽了。看到我们家的唯2战力，保安哥开局就没了。我觉得靠其他3个队友真不如靠我自己。事已至此，那就只能浅浅的再发挥一下了。在传送门里，一个大拉出去，跟皮蛋进行了波等价交换后，看到传送门是开着的，我也是直接完犊子了。老大哥们，我们家有一个。王哥，你笑的声音太大了。对不起啊。心态崩了，心态真有点崩了。本来刚刚的枪法还是又快又准的，现在只剩又快又快了。比起枪法的蜕变，现在更让我难过的还是队友对我的转变。几个回合前，保安思凯明明还是我的舔狗的，但看完了我这几把的精彩发挥后，他俩现在已经把我当成路边的野狗了。有没有人有捍卫者？你有数位的皮肤吗，宝宝？包有的呀，宝宝。哎，我有，你要我的更好。哎，让他滚，让他滚！你有点不礼貌了。快让他滚！让他滚！人都不理你。滚！不会ban 毙了，你俩等死了啊！我去 B 了，这边好像不打人。不需要，我们俩够了，对吗，宝宝？够了。哎，我操！哎，打 A 了。是我点了，说实话。9-3。39他们办不了的。39这个比分不一定啊，真的能被方的。我操，包翻了，兄弟！不是你怎么没点自己？你根本就往外拐呀！你们有问题啊！你能包翻？我是毒奶来的。大伙9-3，他可这笔被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越看这保安越不爽，看着他和张国荣感情这么好的样子。我其实也是想尝试融入下的，可是却完全融入不进去。为什么我给你，把它还回来？捡了把保安的鬼魅，就像我偷吃了他家的大米一样。保安越是对我大吼大叫，此刻我的内心就越是烦乱焦躁。想上个台阶，还被张国荣的屁股单防住了，已经有点抑郁了。只能说幸好，关键时刻对面的烟男又出手了。每次在我打的最灰暗的时候，这烟男就像是一束光。我的意思是脑袋不太灵光的光，每次都会用光亮指引着我前进。燕南哥表面是我的对手，实则是一直在默默帮助我的队友。看着家里这2个人卿卿我我的样子，我本来还在为这游戏没有队友伤害而感到非常苦恼的，结果没想到很快，我的好兄弟燕南哥就出手了。我那个刚上快跑啊，宝宝！好死宝宝！看到刚刚还在和保安互啃嘴巴的张国荣瞬间就死了，我的心里突然就畅快多了。不是我说，这燕南真的是我的好兄弟。他虽然是全场击杀最高的，但他和我对枪硬是一次都没赢过。1打2，我打掉了保安后，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，这燕南一跟我对枪，整个枪都在抖。我一波冷静定位，轻松的拿下了这个残局后，真的快！听到队友全在夸我定位快，此刻我的愉悦感已然来到了巅峰。我很快乐，就是看得出来，这个张国荣好像已经有点司马脸了。他虽然什么话都没说，但从他充满攻击性的鸟可以看出，他对我已经是有点不礼貌了。看着这家伙，甚至还在对我刚刚的定位进行拙劣的模仿，我只能说，我真是得好好谢谢燕南哥。他刚刚的那一炸，不仅给张国荣炸老实了，甚至给我消失许久的愉悦心情也当场炸回来了。不是，怎么感觉自从经历了我刚刚的那波残局，现在队伍里好像流行起了一股诡异的潮流，每个人都在追求着自己极致的定位速度，甚至都已经开始出现互相攀比的情况。快吧，没事，你们都没我快啊。保安说他是最快的，他的定位快不快我不知道，反正死的是挺快的。坏了，情况突然就有点不妙起来了，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打得太松弛了，还是这个保安的乌鸦嘴太无敌了。明明我们都拿到赛点了，只要再拿下最后1分就赢了，可是就是这最后1分近在咫尺，却又是显得如此遥不可及。12比11，对面的燕南已经杀了整整30个了。看着这个燕南像是有什么先天烧烤圣体，开局一个大招下来又火化了3个人，我是真的开始绝望了。听着张国荣浑身颤抖的声音，哎呀，不要说啊，你不！又回想起下半场9比3的比分，生于忧患，
死于安乐。没想到到最后，正如保安哥说的一样，我们终究还是被翻了。攻方获胜。被翻？什么被翻？只是逗逗你们罢了。我开局都说过了，要给你们看看我真实的实力了。不会真的有人以为我这把会输吧？来到台阶，一波精准枪法定死瑞娜后，从2打5来到1打2，保安的任务已经结束了。接下来就是我的残局时间了。我这把已经拿过太多个残局了，这种1打2对我而言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冷静的在脚底封了颗烟后，一切熟悉的场景全都汇聚在了这一把。看到杰峰这熟悉的坚毅眼神，在这一刻，我的脑海中回想起了那颗被挡住的头颅。上一次是我被挡，这一次就是他被挡了。来到跟保安的1比1，在大拉出去的瞬间，我的脑海中又回想起了上一次磕秒保安的场景。同样的人，这一次4发子弹，再次磕秒保安，拿下胜利。听着队友久违的欢呼，一切熟悉的感觉都回来了。刚刚还把我当成路边野狗的4开保安，到最后终究还是又成为我的舔狗了。2打5逆天翻盘后，此刻我的愉悦感又再一次熟悉的来到了顶峰。不过我的意思其实还是，特么的这个逼分数是个什么意思？怎么连这个都这么熟悉？